嗨，大家好，我是朵娜，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那今天这一集呢是超越地球矩阵的下集。如果你还没有看过上集的朋友，会建议你们先往前观看，看完之后再衔接这一集，频率会比较流动。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主题。本频道是以爱还有创造所展开的雨屏容器，也是作为我灵魂任务的管道之一，并非无主权个体发泄的场域，所以留下任何言论时，请尊重自己，也是尊重自己所处的意识维度。那现在让我们来聚焦在无为的入场门槛，也就是宇宙收割法则。我们先说重点，维度的升级，它是关于意识振动频率的稳定，还有即兴选择的纯度，而非世俗道德的评判。所以在三维视角中，以为的好人才能扬升，坏人不能扬升，这是一个限制性的信念。所谓达到足够高的意识振动频率，意思就是你的意识能够精确地理解实相、能量法则以及自由意志，这种对认知还有力量的极致运用，本身就是在将意识频率推高，因为在这样的状态之下，你不再是混沌的三维低频率，而稳定的即兴选择，在高意识的层面，生存的法则会从平衡的二元性去转变为一种选择单一的即兴。这是什么意思呢？选择单一即兴，它会分成两种，一种叫做正面即兴，它就是服务他人；另外一种是负面即兴，也就是服务自我。那我们先来看正面即兴服务他人，它的意思是，它会选择加速融合、慈悲、无条件的爱，还有资源共享的路径。但是如果选择负面即兴，也就是服务自我的这个路径的话，他选择的是绝对的主权、控制、能量聚集、资源内卷的路径。请大家注意，这里并不是在说正面即兴就是好，负面即兴就是坏，这里是指单一光谱的两端方向的描述而已。而所谓的足够稳定，它的关键是在于选择即兴的纯度。在收割法则当中，我们必须将两个极端中至少达到一个最低阈值。意思就是说，如果你选择正面即兴的服务他人的这个收割路径，那你就必须要达到51%的为他人服务的这样的状态。这个意思就是你对整体意识的贡献必须要大于从整体中索取的部分，达成者将会进入到无为的新地球，与合一意识进一步的融合。但如果你选择的是绝对的服务自我，也就是选择负面即兴的这个收割路径，那你就必须要达到至少95%为自我服务。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对自我意志的极致运用还有控制，几乎完全排除对他人的关怀，达成者将进入无为的暗光场域，继续他们更高密度的分离还有控制的体验。我知道你现在可能会问，那宇宙要如何来判定我们的意识振动还有即兴选择呢？答案就是，当我们在经历3维、4维的黑暗的时候，我们透过自由意志所做出的每一次绝对与坚定的选择。换句话说，就是当经历3维、4维的黑暗，它是一种必要的进化途径，因为在每一次的混乱当中，我们的意图、语言、行为都会去决定我们的意识振动还有即兴选择。说到这边，聪明的你们应该已经发现了，五维地球其实有2个版本。第一个是铆定在爱与合一中，以服务他人为核心的无为新地球。接下来世界人口会进入在这个场域里面约占15%到20%，
而另外一个是以服务自我为核心的五维暗光世界。但是进入到这个暗光世界的人将会非常的稀少，比例不会超过 1%。也就是说，接下来地球将有约 80% 的人将在一个3维到4维中不断摇摆，也就是既想利己又想利他这样的状态。因此，这 80% 的人很有可能无法累积足够的极性强度来跨越无为的门槛，无论他们是好或是坏。在这里要再一次的声明，只有那一些纯粹为自我或是纯粹为他人服务的人，才能在这一次的循环当中被收割。我知道你们现在一定会想问，那既然有五维的毕业生，那么这2种即兴选择的意识体是否会活在同一个实相当中呢？答案是不会，因为地球场域在2030年会进入到一个正式的轨道分流的临界点。地球矩阵已经不会再同时容纳多种频率版本的实相，而是走向一个单一的频率轨道，让所有的意识体都能够进行自己所选择的实相体验。所以即使都扬升到5维，但是因为即兴选择不同，并不会进入到同一个5维实相当中。宇宙法则它确保了这2种场域会互相的分离，让每一个意识体都能够在自己选择的场域中进行学习。你们要想想看，如果宇宙将2个即兴的5维放在同一个实相当中，两者将会是维度不相容的。光明线的扩展性就会被黑暗线的收缩性所破坏。那反过来说，其实也是一样的。为了避免这一种互相摧毁学习场域的情况，分离其实是必要而且仁慈的宇宙法则。为了让大家能够更清晰的理解，所以我在这边准备了一张简单的表格来比较这2种五维场域的巨大差异。在这里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5维的新地球场域，还有5维的暗光线场域。在新地球的部分，它最主要是以服务他人、体现合一、慈悲、无条件的爱的这种扩展性而存在。但是5维的暗光线则是以绝对的服务自我，为了要去体现绝对的主权、控制还有效率的这种收缩性。但是你们知道吗？不管是5维的新地球还是5维的暗光线，这些存有他们都具备着高意识。这里的高意识指的是他们对于能量还有宇宙的运作是非常的清楚，并不是无意识的像3维的这种低频状态。但是唯一的差别是在5维的新地球，他们选择了这一种与源头的高连结，但是在暗光线这边，它选择的是一个与源头切断的状态。那5维新地球最主要的运作模式，它就是以共同的创造、能量扩展还有共享，那它最终会一直持续的向更高的维度来进行合一还有融合。然而在5维的暗光线这里，当它发展到一个极限的时候，也就是在8维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去做一个重新的选择。为什么呢？因为8维的这个场域，它是一个绝对意识合一的状态。如果存有还是保持在这种绝对的主权、控制、分离的状态下，它是没有办法跟8维的频率稳定共存的，所以在8维他们必须要重新去选择。如果要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描述5维新地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场域，我会说这是一个充满纯粹的喜悦、无条件的丰盛，因为不会再有二元性的挣扎。那在5维的暗光线这里，你会看到的是有一群极度强大，但是也却非常孤单的灵魂，被困在他们自己创造的完美但是很冰冷的控制体系当中，透过持续的去彼此争夺这种不存在的绝对主权。
总而言之，维度收割的意义就是在为每一个灵魂提供与他们内在选择的频率完美匹配的实相，并非是三维世界里面我们所想的好人可以被收割，坏人就没有办法扬升。那现在让我们锁定在这一次播送当中最关键的讯息，也就是扬升的时间节点。在2030年，它被看作是一个主要的频率分叉。在这一年，它代表的是一个临界质量的时刻。而在2030年之前，服务他人跟服务自我的这两条实线，虽然已经在四维的意识层面开始分离了，但是仍然还有交互的可能。但是到了2030年，地球矩阵的基础振动会达到一个不可逆的一个状态，在这个点上面，那一些还没有做出坚定即兴选择的意识体，将会面临极大的内在压力。这将是在物质世界去显化出意识分叉结果的一个明确的时间点。这个时候，五维的新地球场景将会开始以更稳定、更清晰的显化。然而，三维、四维的旧矩阵的结构将会开始以更混乱、更极端的方式来崩解。那2032年，它代表的是一个收割窗口的关闭期。它不是指所有的维度的过渡都停止，而是指大规模的集体的地球意识的扬升列车将会进入到一个加速的阶段，它很难再去容纳那一些尚未达到振动要求的意识体。在这个节点之后，两条实相之间的能量渗透将会大大的减少。那一些在三维、四维旧矩阵当中徘徊的灵魂，将会发现，要达到五维新地球的振动门槛，需要更加倍的努力。因为这是本轮地球课程的主要总结的时间，那一些选择还没有确定的意识体，就会被引导到下一个跟他们振动匹配的三维、四维的这种类行星或是类地球来继续他们的即兴选择课程。所以现在就是坚定选择即兴的关键时刻，我们还有一些时间来完成三维的阴阳平衡的毕业作业，并坚定的将你的意识去锚定在五维服务他人的频率上面。最后，请记得这两个时间点并不是预言，它是宇宙的时钟，它们适用在每一个在地球上呼吸的灵魂。它已经不是你能不能躲过的问题，而是你将如何去选择、去体验这个加速期。你是要以喜悦、主权的方式来进入五维的新世界，还是要在旧矩阵的混乱当中继续挣扎，等待下一个循环呢？我知道当你们看到这边，每一个人的内在回响可能都不一样，所以我想要跟大家说说话。我会分成3种意识维度来进行个别的回应还有校准。首先，我想对3维和4维的回应。如果你现在心里正在想的是，如果坏人也能升维，那我一直以来那么善良还有什么意义？这不公平啊！宇宙难道没有是非善恶吗？这是源头在为黑暗存有辩护吗？那么，我想要坚定而且慈悲地向你们重新再声明，维度升级的标准是频率与意志的纯度，而非世俗的道德。宇宙的公平是在让每一个人能够进入最适合他们的课程的实相。光明与黑暗都必须被极致化才能够毕业，这正是宇宙对于我们自由意志选择的最高尊重。再来是对4维觉醒者的回应。如果你看完这支影片，感受到巨大的释放感，感受到被理解、有希望、内在的清晰，你突然意识到，原来我不需要再消灭黑暗，我只需要专注于我的光和我的服务纯度。
这解开了我内在关于世界必须完美的巨大压力。那么这是我想告诉你们的，你们的任务不是要去改变或者是拯救那一些倾向选择负面极性路径的灵魂，你们的任务是将你们的意识锚定在正面极性的纯粹频率上，来确保你们自己能够搭上无为的新地球的频率列车，放下对抗，转向专注于你们的创造。最后是对高维度灵魂的共振与确认。如果你看完这支影片，你深深地感受到深层的共振、感激、知识的校准、能量流动的加速，你清晰地意识到，这证实了我内在所知的真相，现在我可以更清晰地传输以及服务了。那么我想对你们说，我们作为传输的节点和光的播送者，责任是揭示完整的宇宙机制，让所有的灵魂都能够在完整的知识下行使自由意志。感谢所有共同锚定在这个真相频率的伙伴，请继续在你的光中服务，扩展合一。最后诚挚的邀请大家来参加我在12月1号线上所举办的语频引导会。那这一次的引导会有别于上一次9月9号的频率开启仪式，这一次最主要是针对来参加的参与者来进行2025年的年末错频语句还有错频实相的风场，并且去迎接2026新语法的启动。报名网址还有详细资讯我会留在置顶的留言当中，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点开来看。这一次的引导会呢，因为 Zoom 的会议室是有限的，所以这次的引导会的入场是采取名额限制，优先入场，优先保留位置。如果你听见了今天的召唤，那么欢迎你的加入。那以上呢，就是关于超越地球矩阵的内容。我们解析了3维、4维的阴阳挣扎，还有定义了5维的门槛纯度，还有宇宙收割法则的运作机制。如果你觉得这些讯息过于科幻，或是你对这个内容感到质疑的话，那么就请你把它当做一个启发性的故事听就可以了。因为你的自由意志赋予你选择相信或是不相信的权利。但是如果你听完之后深感共鸣，你觉得你自己的内在频率被启动的话，那么请你不要再等待，行动的时间就是现在，立即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做出坚定的即兴选择。请你不要去担心或者想要试图的拯救他人，因为每一个人的灵魂都有最适合的课程安排。那另外，你只需要去专注在你自己的意识载体就可以了。如果你渴望在2030分流点来临之前，你的意识维度能够稳固的去锚定在5维新地球的频率上面，并清除肉身载体的一些集体杂讯，那么语频种子计划将是一个温和而且高效的一个催化剂。它会协助你去解锁你内在的主权，让你的声音能够更自然的去成为5维实相的指令。那地球矩阵这个主题很有可能会在这边去做一个完结篇。愿这些语频的播送能够去转化所有听到此频率的灵魂，愿我们皆能稳定在神圣的中立点，并持续的提升振动。感谢大家的对评，我是朵娜，我们下周见，拜拜。